大胆！刹那间，兽把长剑指向宋允，可宋允却面色不改，没有半点惧色，反而是那双美眸之中涌现出了一点寒光。住手！然，于此刻，天剑圣宫公主的声音也是响彻，且带有明显不悦。见状，天剑圣宫众人也是纷纷收起长剑。小孩子吵架是正常的，吵架又不是打架，但大人若要插手，可就不对了。天剑圣宫公主扫视了一眼众位长老，天剑圣宫众人皆是不语，但却低头弯腰表达对公主的敬意。王强、宋允都是朋友，可不该说这种话。楚风也是看向王强和宋允，王强咧嘴一笑，没多说啥。宋允则道：开个玩笑，这位姑娘不会介意的对吧？我与你熟吗？你便与我开玩笑？况且我不喜欢任何人与我开玩笑。天剑残花冷着脸，倒也没有给宋允好脸色，但宋允却道：那很是不巧，我就是喜欢开玩笑。眼见气氛又不对了起来，楚风赶忙道：残花姑娘，我观察过了，此地传承前期唤醒倒是可以一起，你要一起吗？我想试试。天剑残花与楚风说话，态度便又立刻好了许多。那便一起吧。楚风说话间，便走向了那把宛如巨剑一般的墓碑。天剑残花跟在后面，却保持一定距离。其实他原本是打算放弃的，是进入这里之后，感觉并没有那么凶险，才又提出尝试，但心中也没底。而他看出，只要距离那墓碑一定距离，便可以开始传承。他也不确定这传承究竟如何，因此才保持了一定距离，想让楚风试水。嗡！果然，当楚风靠近之后，那墓碑出现了符咒纹路，而那纹路与众不同，神似雷霆。楚风也是直接站定，捏动法诀，闭上眼眸，开始接受此地的考验。下一刻，那符咒竟自墓碑之中漂浮而出，真的宛如雷霆一般，围绕着那墓碑缠绕。哟呵，这最后一座坟头就是不一样啊！王强发出感叹，毕竟只从这威势来看，这最后一颗星辰就与之前的全然不同。不过相比于其他人，天剑残花则是观察楚风的面容，眼见楚风面色平静，他这才靠近。可刚踏入楚风所在的范围，他便脸色巨变，只觉得一股无形的气息自脚底涌入全身，何止脑袋，他感觉整个灵魂都要炸开了。于是他直接转身退出了那个范围。楚风，我看此地传承与你更配，我便不参与了。话罢，天剑残花便走回到了天剑圣宫的人群之中。残花，这传承看着很不简单，怎就让了？见状，天剑圣宫一位长老问，而天剑圣宫公主则是悄悄将手掌放在了天剑残花的脉搏处，这才发现天剑残花的气息极其不稳，在其体内可谓翻江倒海。也就是天剑残花掌控力强，换做其他人，怕是早已七孔流血，站立不稳。这楚风竟强大至此。天剑圣宫公主再看楚风，发现楚风如同没事人一样，不由发出一声轻叹。毕竟天剑残花已是他天剑圣宫这一脉最强的天才，但与楚风对比之下，却如同天地之别。这种差距让他觉得毛骨悚然。那个年轻人到底是怎样的怪物？是此地传承适合他吧？天剑残花暗中回道，语气是有些不服的。也许如那第6颗星辰一样，是直接选中的传承者，只不过此地的选择没有直接表现出来。天剑圣宫公主回道，她倒也不是安慰天剑残花，而是经过天剑残花这样一说，她也觉得天剑残花所言在理。毕竟同样是顶尖的天才，就算有差距，也是微弱的差距，不可能那么大。但若是楚风是被选中的，除了楚风之外，只要靠近都会被排斥在外，便也就合理了。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可就在此时，宋允的声音响起，是冲着天剑残花来的。他笑眯眯的模样颇具挑衅味道，就仿佛看穿了天剑残花放弃是因为支撑不住一般。天剑残花没有理会，宋允则是笑容更浓，这让天剑残花愈发不爽，于是对天剑圣宫公主暗中问道，公主，我们为何要与狱中的败类为伍？既是楚风的朋友，总要给他一些面子，但离开这里，他们便与楚风没了关系。天剑圣宫公主此话一出，天剑残花的情绪才有所缓和。他明白公主的意思，不只是那宋允，包括那个王强，只要他们与楚风分开，
他便都可以对付。楚风站在那墓碑之前，很快他周身也浮现出了缠绕墓碑的雷霆，仿佛二者已经融为一体。轰！忽然，楚风与那墓碑周身竟都升腾起了火焰，火焰与雷霆交织，与这坟墓世界外面的景象相似，却又不相同。那把墓碑宛如化作了一把真正的巨剑，散发出了无可匹敌的威势。就连广场下方那密密麻麻蕴含可增强血脉之力的小石头，也都绽放起了奇异的光芒。转眼之间，这座广场发生蜕变，宛如圣地。而那座墓碑之上，也是出现了字迹：雷火道祖之墓。哗啦啦！可也就在这一刻，在四周的雾气之中传来数道锁链的声音，紧接着一条条粗壮的锁链便自雾气之中飞掠而出，呈鸟笼的形态，将这片天地封锁了起来。很快，那锁链上浮现出红色的符咒纹路。当那符咒纹路出现之际，雷火道祖的墓碑以及整座广场都暗淡了下去。那锁链十分强大，不仅仅是锁住了这方天地，竟也锁住了雷火道祖的传承。哗啦啦！就在这时，其中一道锁链竟断裂开来，使得原本封闭的锁链牢笼出现了一个出口。然众人还来不及认真观察情况，自那出口方向的迷雾内便传来一道声音：沙哑阴沉，是名男子，想解七星连珠可没那么容易，你们够资格吗？那声音传来之后，楚风等人皆是心中一紧。不仅仅是那个声音，而是伴随那声音响彻的同时，所有人都感觉到一股极其压抑的气息从天而降。那气息不是源于这个世界，而是自世界之外传来，是覆盖了整个太古坟冢。因为就连身处于太古坟冢深处的宋长生和天剑清渊都是感应到了。眼下他们还处于先前找到楚风奶奶那条道路之中，只不过他们已经深入很远，眼下这条道路变得更宽了，宽到寻常人无法看到两侧的边际。不过他们却很清楚，这仍是一条道路。且眼下他们手中都各自握着兵刃，甚至哪怕宋长生和天剑清渊这等人物脸上都出现了些许汗珠。之所以会如此，那是因为倒在他们四周的妖物越来越强，每一只出去对整个修武界而言都是毁灭性的。这股气息，天剑清渊也是眉头微皱，要加快速度了，不然恐怕所有人都会葬身于此。宋长生话音响彻时已是消失在了此地，他是意识到形势不妙，想尽快解决此事。见状，天剑清渊也是紧随其后。他们一路走来也是有了一些收获，已经是发现这条道路深处隐藏着秘密，很可能是这太古坟冢真正的秘密。也许七星连珠并非唯一解法，若是他们能够解开这条道路深处的秘密，太古坟冢的死局也是可破。可身处于太古坟冢内的众人，莫说不知道天剑清渊与宋长生所处的地方，甚至都不知道这两位的存在。但所有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无论修为高低，都感受到了那股恐怖的气息。不好，继续留在这里会死的，都会死的，快逃，快逃啊！有人觉得那气息是与楚风等人踏入的恐怖坟墓有关，于是想要逃离。没用的，没用的。但在场之中，修为较高、见识较广的人却是绝望的摇头。他们也能感觉到，这不是一个范围的事情，是被困在这里的人都要遭遇的事情。这最后一颗星辰果然没有那么容易解开。楚风发出一声感叹，那股气息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乃是无形，只能感觉得到，但毋庸置疑，那就是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。若是不能破解眼前的局面，那把利剑便会落下。斩杀的不是一个人，是太古坟冢内的所有人。前辈，怎样才算有资格？楚风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问道。他这一说话，众人才反应过来，在场这么多大人物，可是感受到对方存在的那一刻，却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对话，就像生怕说错了话而性命不保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恐惧，极度的恐惧。他们都知道那位极其强大，所以才会如此害怕。这种时候，楚风却能平静的与其对话，且不卑不亢。这种勇气是与境界修为无关的，纵使赵老八也不免对楚风多了一份敬佩，因为就连他也不没敢率先说话。击败我才有资格。那声音再度响起，且话音落下，声音传来方向的雾气如同大军撤退一般，开始向两侧飘散。很快，一道巨大的结界门浮现在眼前。
轰！也就在这一刻，一股强大的气息自那结界门内散发出。五品天神感受到对方的气息，天剑圣宫公主紧绷的面容则是得以缓和，就连其他人也松了一口气。五品天神固然强大，但在场之中却也不乏五品天神的强者。五品天神刚好是他们能够应对的境界。于是天剑圣宫公主看向楚风，楚风小友，这件事交给我们老一辈吧，有诸位老前辈了。楚风也不客气，毕竟五品天神还不是他们这些小辈能够应对的。赵氏族长要待在这里还是同行？天剑圣宫公主看向赵老八，我赵某人来这里就是出力的，一起。赵老八道。天剑圣宫之人听令，进入布阵姿态，随我进去。天剑圣宫公主一声令下，天剑圣宫所有人皆是捏动法诀，显然是做好了催动那天剑圣阵的准备。可就在此时，那结界门内又传来了那位的声音：你们只有2次机会，确定要由你们来吗？这次若是失败，那下一次就全都要死。此话一出，就连已经做好准备的天剑圣宫公主以及赵老八也是有些迟疑了。这句话显然是一种提醒，可是他们左右观望了一下，这里也没有其他人能够应战了。不然等我师尊回来。仙喵喵道。对啊，若是喵喵姑娘师尊在，五品天神也是无惧。此刻一众老一辈高手也是纷纷附和，毕竟他们也都见识过宋长生的手段了。先前那道恐怖的大门开启，那里面的生物散发的气息绝对凌驾于五品天神之上，但在仙喵喵师尊面前都没有还手之力。可就在此时，那道结界上出现了一根香，且那香已是燃烧状态。这是何意？有人不解。呵呵呵，何意？就是不让咱们等呗。时间到了，都得跟屁。王强道。其实不用他说，人们也都看出了这根香的意思。倒是天剑圣宫公主平静地看向赵老八，赵氏族长还敢踏入吗？有何不敢？赵老八话罢，便继续向前走去，走到了人群最前端。见状，天剑圣宫公主也是率领天剑圣宫众人再次踏入。很快，赵老八便进入了那结界门中，可天剑圣宫公主却在门前驻足。所有小辈留下。天剑圣宫公主道。公主，天剑圣阵与血脉有关，我等能出力。天剑残花等人道。那里面究竟什么情况，还摸不清楚。若真有意外，我天剑圣宫也要有人镇守，这是命令。天剑圣宫公主道出了让小辈留下的真实原因。既然是命令，天剑残花等人自然也只能遵守。随后，天剑圣宫公主也是率领天剑圣宫浩浩荡荡的大军穿过了那结界门。可当天剑圣宫公主穿过那结界门的一刻，却瞬间石化。原本还有着些许自信的脸庞瞬间变得惨白。不只是她，凡是穿过结界门之人几乎皆是受到了惊吓，甚至有人被吓得衰退瘫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，